我在家被侵害那晚，身为警察的丈夫正陪在他白月光母子身边。被侵害前，我打电话恳求他早些回家，他却语气厌恶道：“你能不能别那么无聊？明知道潇潇一家因为尾随事件害怕的不行，你还想利用这种方式骗我回去？模仿人家外表还不够，连生活事件也要模仿了是吗？你这样真让我觉得恶心。”电话挂断，也斩掉我最后生存的机会。他不会知道，我今天查出了身孕，本打算告诉他的，可惜无论是这孩子还是我，都活不了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顾宇，求你了，快接电话呀！我躲在衣柜里，一遍又一遍拨打顾宇的电话，却每次都被挂断。客厅的歹人已经走到卧室门口，握紧把手却没转动开。听到这动静，我吓得没抓稳手机。重物碰撞柜子发出的声音，在这安静到窒息的环境下格外明显。我已经害怕到发抖，歹人肯定听到了动静，没再转动把手。我想，他知道屋里有人，应该会离开吧。可没几分钟，歹人再次返回，并且不知拿了什么工具开始砸门。我慌忙捡起手机，继续拨打顾宇电话。他明明答应了今晚回来，为什么还没到家？难道是工作遇到什么情况了？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就在门快被破开时，我终于拨通顾宇电话。我心下一喜，顾宇，你快回来，家里进了贼，我好害怕。对面沉默了几秒，竟冷笑了一声：“你这样做有意思吗？”我愣在原地，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。什么？面对我的疑问，他竟充满不耐烦。明知道潇潇一家因为尾随事件害怕的不行，你还想利用这种方式骗我回去？模仿人家外表还不够，连生活事件也要模仿了是吗？你这样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我张了张嘴，喉咙仿佛被火烧，难以开口。我没有，家里是真的进贼了。行了，我一会就回去，这样你满意了吧？说完，没等我回复电话就被挂断，眼泪不知不觉流出眼眶。就说他怎么没有按照约定回来，原来是去了白肖那呀。自从白肖离婚还带着儿子，顾宇便经常晚回家，被我发现是去陪白肖后，面对我的质问，竟还反过来责怪我冷漠无情。你能不能别老是胡乱吃醋？潇潇独自一人着这么小的孩子，生活本就不易，在这城市他就认识我一人，我帮他有错吗？后来白肖遇到尾随事件，顾宇为了抓住那人，每天不是在工作单位里，便是在白肖家里。我已经有几天没有见过顾宇了，今天也是因为身子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发现怀孕，恳求顾宇许多次，才勉强让他答应今晚回来。结果今晚没等来他，等来了不怀好意之人。在我思绪游离之际，门已经被歹人弄开。这时我才想起拨打110，说来可笑，明明自己丈夫就是警察，最后却要通过官方方式才能获救。可还没等我拨打出去，柜门被歹人打开，在我惊恐的目光中，手机被夺走砸烂。找到你了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人不是随机选屋抢劫的小偷，而是有预谋选择侵害对象的强奸犯，并且他有一个很恶心的癖好，专挑有身孕的漂亮女子进行折磨。我不停挣扎反抗，却被他用从柜子上顺来的奖杯狠狠砸破脑袋，血液模糊了我的视线。看着被他扔在地上的奖杯，伴随着身上传来的动静，我记忆被拉回到最初认识顾宇的那天。说来也是缘分，
我和他结识，正是我被歹徒作为人质挟持时，而他那时还只是见习警员，是第一次执行任务。面对持刀的歹徒，他趁对方被转移注意时，勇敢扑上去将我救下，自己却被砍了一刀。虽说只是砍在手臂上，但伤口非常深，直接见骨。为报答他救命之恩，我每天都去医院探望他。知道我的愧疚，他笑得很是温柔。我可是警察，救你是我的义务，况且能得到美人照顾，这伤受的不亏。经这次事件，我们相识相恋，他救我后获得的奖杯也成为我们的定情信物。现在这定情信物成了谋害我的工具。死后，我飘在空中，麻木看着强奸犯从我尸体身上起来，看着他将我拖到浴室，用厨房的水果刀熟练剖开我腹部。我以为他是想分开处理我尸体，让人找不到，可我没想到他竟将我子宫拿出，眼底竟是疯狂和恨意。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让你背叛我，既然你重视这个孩子，我就让你死后也无法跟孩子相遇。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有情绪波动，可这2句话直接击溃我心理防线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后，还这样对待我那还未成型的胎儿？我愤怒朝他扑去，却只是从他身上穿过，根本碰不到他。我无力跌坐在地，不停哭吼，让他放过我的孩子。可我已经死了，活人怎么可能听得见死人说话呢？我呆呆盯着他手里我那没成型的孩子，陷入自己的思绪里。顾宇很喜欢孩子，从结婚那天起就一直提出想要个孩子，可我们努力了1年都没怀上。检查后才知道我的体质难以受孕。顾宇知道后并没有嫌弃我，反过来安慰我，没有孩子也没关系，有我就足够了。可我怎么可能看不出他眼底的遗憾和渴望呢？后来我第一次偶遇他，陪在白潇一家身边，发现他瞧白潇儿子目光是那样温柔，比起我们初次见面有过之而不及。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才是一家人。双重刺激下，我渐渐变得敏感暴躁，心思全放在顾宇身上，却让他对我越来越厌恶。这次查出怀孕，我不知道有多开心。开心终于能有和顾宇的孩子，开心顾宇终于能把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。可我忘了，这些美好不过是我做的一场梦，我却沉醉其中，不愿醒来。哪怕现在已经死了，我仍期待顾宇今晚回来，在看见我尸体那刻能后悔为我痛哭一次。可我等了一夜，说好一会就回来的顾宇再次失约了。天已经大亮，我想出去找顾宇，却发现自己无法穿过大门，无奈只好重新回到自己尸体旁，坐地上等待。本以为自己的死亡很快就会被发现，看来是不可能的了。刚这么想着，我就听见大门被打开，匆忙跑去看，是顾宇。听见他喊我名字，我开心回应，见他皱眉，一脸不耐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。他听不见我声音。我见顾宇来到卧室，心里激动得不行。我的尸体就在浴室，只要他进去看一眼，就能发现我的尸体。可他仅仅止步于卧室，见没人掏出手机拨打我电话。我见此情形愣了愣。那犯人离开时清理好了现场，我的手机包括那凶器都被他带走处理，所以他不管怎么拨打都不会被接通了。拨打几次无果后，顾宇紧紧握住手机，打开微信发送几条语音：你人呢？跑去哪了？还不接电话？不就是没回来，至于这样闹脾气吗？我都和你说了，白潇那边事情严重需要处理，你同为女人，怎么不能体谅下他呢？工作已经让我累得不行，你就别添乱了行吗？
我无措站在一旁，看着他对着手机不断斥责我的不是。他让我体谅白潇的不易，那谁来体谅我的不易？身为我老公，夜不归宿，跑去照顾别的女人，独留我一人在家面对绝望。我有说什么吗？见我始终不回消息，顾宇眉头皱得更紧，厌恶低语了一句：“你有本事一辈子别回消息。”我艰难扯动嘴角，的确是一辈子都回不了消息了。我以为尸体的缘故，自己无法离开这个家。可当顾宇离开时，我发现自己控制不住身体，跟随他离去。现在这个时间点，他也该上班了，真是难为他一晚上陪在白潇那，然后一大早起来先回家一趟，再去局里。我默默站在后头，看他为了白潇事情愁了眉头。白潇所住区域治安并不好，监控设备也不完善，所以那尾随者难以抓到。通常这种情况，警察不会费太多心思，毕竟太常见，又没发生什么实际伤害。可谁让白潇是顾宇初恋呢？顾宇又正好是警察，若说这事是1星程度，那在顾宇心中，这事便是5星程度。我本应该离开，却忍不住站在这自虐般看着自己丈夫为另一个女人忙上忙下。我甚至在想，如果顾宇知道我死了，会不会也像这样如此拼命？若是以前，肯定会的吧。现在我也不确定了，可能他会庆幸我死得好，这样就没人能够挡在他和白潇中间，没人阻止他们重新相恋。顾宇，你让我帮你找的房子已经看好了，什么时候去看？我游离的思绪因这话被拉回。顾宇怎么突然要找房子？忙了半天的顾宇总算露出一丝微笑。地址发我，下班我就去看。那位同事见此打趣道：“怎么，就家住太久，打算带嫂子搬新地方，找新感觉？”顾宇听后，嘴角笑意变浅。这房子是帮我朋友找的，他那里治安太差，换个安全地段，我也放心些。听到这话，我紧抿双唇。原来这几天他不仅忙着抓尾随者，还在帮他找房子啊！他所有时间都分配给了他，也难怪没心思顾我。我和他的3年，终究抵不过他和白潇的3个月。中午饭点，其他同事都去吃饭，只有顾宇坐在位置上，时不时抬眼看中，好像在等待什么。我突然想到什么，抬手对着脑袋就是一拍。我怎么忘了以前这个点我都会送餐到局里给他，不过这几天因为闹矛盾，我只是把饭放在前厅，托他同事转交给他，不愿见他，也不敢见他，所以他这是在等我送饭。可我已经死了，做不了饭给他了。这时我注意到门外出现一道熟悉身影，抬眼一看，竟是白潇。而顾宇低垂着头，并没有注意到白潇到来，直到白潇走到座位旁，将保温饭盒桶温柔推到他面前，顾宇这才快速抬起头。我连忙走到顾宇对面看他表情，只见他眼神复杂，嘴角挂着淡淡笑意。怎么说呢？和我预想的模样不太一样，感觉他并不意外白潇到来，又好像不希望来的人是白潇。顾宇的语气无奈又有些许宠溺。我不是说过不用给我送汤吗？你照顾小平已经很累了，没必要再特意做这些，跑这一趟。白潇羞涩一笑，你为了我这么操劳，给你送汤不是应该的吗？本来还想送饭的呢，但想到新云姐已经给你做了，让你吃2份，肯定得撑着，才选择给你送汤的。话音刚落，白潇注意到顾宇桌上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摆着精致饭盒，有些惊讶。今天新云姐没有给你送饭吗？提到这，顾宇烦躁捏了捏眉头，他不知道又跑哪里闹脾气了。
明明我和你没什么，他为什么老是想那么多吃那些莫须有的醋？”白绡低头不语，眉间皆是愁绪。顾宇见状连忙安慰：“别想太多，你没做错什么，不必自责。到时候我回去和他再谈谈，他会理解的。”我无力垂首站在他们两人面前，听着他们这段对话，终是没忍住嘲讽一笑。明明没有心跳，却能感觉到心脏在绞痛。亲力亲为照顾白绡母子，为保护他们晚上住在他家，中午还来送饭，这种种行为和一家人有何区别？他让我怎么理解他？还想和我再谈谈？抱歉，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这时顾宇注意到白绡另一只手里提着一盒小蛋糕。今天是小平生日吗？白绡垂眸开心道：“是啊，不知不觉平儿都3岁了。”说到这，他似乎想到什么，继续说道：“顾宇，你和新云姐赶紧生个女儿吧，这样我们还能结亲家呢。”顾宇摇头一笑：“算了，你新云姐难受孕，如果你真想结亲姐，我和你新云姐可以去领养一个。你这话可不能给新云姐听到，不然她可是会伤心的。”顾宇笑容变浅了许多：“我不过是在讲述事实，她有什么好伤心的？”听到这，我再次红了眼眶。我不知道为什么顾宇总有种我很坚强的错觉，好像无论他说什么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在意心疼似的。是因为这些天我怕失去他，小心翼翼伴在他身边，无论他怎么和白绡相处，我都努力不在意？还是因为最初相识，我怕激怒歹徒，努力在其怀中保持镇定？要是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怀孕，听到这话可能心底会苦涩，但不会去计较，因为他说的是事实。我难以受孕，导致我没法满足他，给予他一个可爱的孩子。可现在不一样，我怀孕了。本来再熬8个月，我就能看见这盼望已久的孩子，就因为他一直陪在白绡家，不愿回来，导致这孩子无法降临这个世界。想到这，我好像终于对他有了恨意。一会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？平儿见到你肯定会特别高兴。顾宇轻轻一笑：“当然可以，等我回过神。”两人已经当着我面约好今晚吃晚餐。我摸了摸发胀的脑袋，总感觉自己忘记了什么。目光突然落在一旁的日历上，今天8月16号，好像是我的生日。回想起这件事，我微微一愣。所以顾宇是忘记了我的生日，不然他怎能答应白绡？自从和顾宇在一起，我经常忘记自己的一些事情，只清楚记得顾宇的。好在顾宇是个心细的人，无论是日子亦是我说过的话，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向来都是他先我一步提醒我过生日，这次我终于没再忘，可一直记着的人却忘了。下班后，我跟在顾宇身后，看着他走进玩具商店，花大钱买了乐高警察拼装玩具，听着他一边打量玩具，一边低语：“那小家伙说想以后当警察，看见这个肯定会开心吧。”结账后，他驾着车熟练开到白绡家楼下，走到2楼，停在白绡家门口，轻叩几声，门很快被打开。一个小男孩快速扑到顾宇身上，抬头张着大眼睛，水汪汪盯着顾宇：“叔叔来啦！”与此同时，白绡声音在屋内响起：“还不快邀请你顾宇叔叔进来！”不知道是因为白一平生日，还是因顾宇到来，晚餐特别丰盛，甚至为了烘托气氛，白绡特意放了个烛台在桌上，给顾宇和他自己分别装了一杯红酒。若不是有个小孩在这，冰箱里还放着生日蛋糕，别人要是看见，还以为这两人在吃烛光晚餐。我呆呆站在一旁，
他们三人宛如一家人的情景，深深刺痛我眼睛。原来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相处。所以顾雨是怎么可以做到脸不红心不跳，跟我说他和白萧没什么？难道对他而言，必须发生关系了才算出轨吗？指甲深深嵌入掌心肉里，我是不是该感激他至少有点良知，没和白萧发生过个事情？顾雨在白萧家里待了很久，久到白一平睡了，他才准备离去。就在他要离开时，白萧突然一把将他抱住。顾雨，今晚别走好不好？我还是害怕，平儿也害怕，可能是将你看作爸爸的缘故，你在他才睡得安稳。我见顾雨听完后，转身摸了摸白萧脑袋。好吧，你去陪平儿睡，我在客厅守着。随后他想到什么，补充一句：我托人帮你们找了个房子，那边治安比这好。明天我正好不上班，帮你们收拾，早些搬过去。得到保障后，白萧心满意足，抱着平儿去睡觉，而我垂眸无言，站在角落。遗憾今天又是发现不了自己尸体的一天。深夜，大家都渐渐进入梦乡，唯独顾雨躺在沙发上，一直睁着眼看着天花板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许久之后，他起身走到阳台，掏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。我凑近一看，是打给我的，可这电话早已打不通，所以无论顾雨拨打多少次都没用。我再次见顾雨掐紧手机，另一只手高高抬起，愤愤拍在墙壁上，而这动静很快引来白萧。顾雨，这么晚了，你还不睡吗？顾雨并没有抬头看他。睡不着，能告诉我是因为什么事吗？没事，无关紧要的事罢了。白萧垂眸，走到他身边，温柔将他抱住。虽然我们已经不似当初那般亲密到什么话都可以说，但还是朋友不是？你为了我的事已经操心太多，我希望自己也能帮到你些什么。顾雨无奈一笑，要是叶心云能和你一样懂事就好了。顾雨没有抬头，看不见，我却是清楚看见白萧眼底划过一丝嫉妒。心云姐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一定会明白你的想法和辛苦，所以别难受了，我看着会心疼。顾雨身形一愣，终于抬头看向白萧。月光下，白萧只简单披了个外套，内里性感睡衣若隐若现，诱惑至极。我站在一旁，眼睁睁看着顾雨呼吸变得急促，随后抱紧白萧脑袋，急促吻了上去。如果说白天看他跟白萧如家人般相处，心脏宛如被针刺般疼痛，那现在看到他和白萧滚到一起，就是直接将我心活活剖出血淋淋，扔进岩浆里翻烤。我似乎明白上天不带走我，而是让我跟在顾雨身边的原因。若不是这样，我怎能撞见这一幕？这些天因为爱他，不断为他找借口说服自己，将自己困在原地，落得那般下场。现在想想，实在可笑至极，嘲讽至极。抬手摸向自己空空如也的腹部，那里早已没有了孩子，嘴唇轻轻颤抖。没有了，挺好的，这样他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有一个人渣父亲。我蹲坐在一旁，抬头望天，我以为被杀那晚已经够漫长，原来还有更漫长的一夜，煎熬等待太阳升起，还在迷茫自己尸体究竟何时才能被发现时，顾雨电话响了起来。听到手机铃声，顾雨动作一顿，起身想接电话，却被白萧重新揽入怀中。昔日恋人在怀诱惑，顾雨早已忘记电话这事。响了几声后，电话被挂断，不过对面并不打算只打这一次。几秒后，电话再次响起，接连几次，顾雨终于冷静了些许，起身拿起手机接通电话。
语气明显不悦，也不知是不是干活一半被打断的原因，一直不接电话。大晚上又疯狂打电话，怎么又想来家里进贼那套？顾宇以为电话那头是我，开口便是讽刺。可接下来电话那头传来的话令他怔愣在沙发上。宇哥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，嫂子死在家里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顾宇显然不相信这件事，是不是叶新云顾前请你演这出戏？这样真的很没意思，你脑子有病吗？没等顾宇说完，电话那头同事着急打断他。我闲着蛋疼，配合嫂子演她死的戏，快点过来！你家现在被封锁，嫂子尸体也已经被带走，初步勘查，嫂子是被人害死，肚子都被剖开。我正听着有关我的信息，就见顾宇慌忙挂断电话，穿衣离开，连白潇呼喊他都没听见。对此我有些意外。在我如今的认知里，他得知我死亡不应该是如此反应。顾宇并没有赶回家，而是去到警局。一见到通知他的同事，便急忙拽住他衣领，询问我去向。叶新云呢？你让他出来，这一点也不好玩。同事努力安慰他：你先冷静，我知道这是对你而言打击很大，但你必须接受嫂子被害的事实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。顾宇面目苍白，颤抖着后退几步，喃喃道：怎么会这样呢？随后他似乎想起什么，不敢置信瞪大双眼，仿佛要进入疯狂状态。他的死亡时间是昨天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吗？同事有些惊讶。对，死亡时间大概在晚上9点44分左右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没有给你看资料呢。听到这话，顾宇捂脸突然哭了起来。是啊，我为什么会知道呢？因为他曾打电话给我，可我以为他在骗我，就没理会。我甚至还对他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。这么想来，我也是凶手啊！顾宇坚持要求参与调查，但因为是我丈夫，再加上和我死亡案件有些许关系，局里并不打算让他参与。于是他只能通过那位同事得知案件调查进度和情况。怎么样？监控有查到凶手是谁吗？同事摇头。很不巧，监控录像正好覆盖前1个月，那晚的录像找不到了。顾宇听后更加着急。我是指我家里监控，我们之前有安装监控的。同事听后神色有些复杂。宇哥，你家里监控坏了，根本没有用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上个星期嫂子来送饭，有跟你提过家里监控坏掉的事，我都有印象，你怎么不记得？还以为你们有修好呢，结果一看，好吗？还是坏的。我站在一旁，默默听着他们对话。是啊，我上个星期就有跟他提过，可他当时已经被白潇吸引走几乎所有的注意力，哪还会记得我说的话？后来我又再提一次，他那时怎么说来着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当时一脸不耐烦说了句：坏就坏了，多大点事，我们家又没有孩子，就算修好也用不到，没有监控录像，抓捕任务显然会变麻烦许多。顾宇只能通过调查我周边人进行凶手锁定，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凶手是在我去医院查出身孕那天盯上我。不过尸检结果出来那刻，顾宇便锁定凶手范围，情绪也崩溃了。报告显示，死者生前已怀有身孕，遭遇过侵犯，生前脑袋被硬物重击，死后被剖腹取走子宫。报告在顾宇手中差点没被撕碎。怀孕，原来他那天是想告诉我这件事，可我做了什么？见他哭得厉害，换做之前我一定会又难受又开心。难受是因为他流泪，开心是因为他因我而流泪。但现在我只觉得他虚伪又恶心。
既然已经和白萧发展成那般关系，为了白萧多次无视我、嘲讽我、责骂我，何必现在装出一副深情款款、后悔莫及的模样？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几个小时前和白萧翻云覆雨，还真被他这副模样骗了过去。也不知道我和白萧是不是心有灵犀。刚想到他，顾宇电话就响了起来，一接通，白萧声音立刻从另一头传出：“宇哥，我知道这时不应该打电话给你，但是平儿见你不在，一直闹着哭。”也许为了让这句话更有说服力，白萧这话刚说完，白一平的哭声就紧跟着传出来：“叔叔呢？我要叔叔。”白萧语气有些无奈：“你看，就是这样，一直闹个不停，可能潜意识将你认作爸爸了吧。”听到这话，我以为顾宇会开心，毕竟自己初恋儿子认他作爸，更能让他顺利和白萧在一起。可顾宇却是嘲讽一笑：“认我做爸爸？我可没这么大的儿子，我老婆是叶新云，她生的孩子才是我的孩子。”我严重怀疑顾宇脑子有病，就喜欢去爱不再拥有的人。我活着的时候，白萧一出现，他便屁颠屁颠围绕在他身边；我死后，他又重新围着我转。曾经对我的冷嘲热讽，都落在了白萧身上。只要白萧提出见面，就会被顾宇以忙碌为由拒绝见面，甚至被惹烦后会对白萧说些不好听的话。一开始还好，可随着一天天过去，害死我的凶手始终未落网。他对白萧的态度越来越厌恶。就在白萧又一次拿他儿子做借口后，顾宇终于没忍住爆发：“你前夫是死了吗？你儿子的事情找你前夫，我不是他爸，你看不出我不想见你们吗？每次见到你们，只会让我想起新云独自一人面对歹徒遭遇不测的场景。如果不是因为你那破事，新云怎么可能会出事？”说来可笑，曾经让他担忧的不行的尾随事件，如今竟沦为破事。明明是他自己不愿回家，却说得像是白萧逼迫他不准回家。若他真想回，白萧能拦得住？现如今他越是这样，我越觉得恶心。哪怕他听不见，我仍好几次没忍住朝他怒吼：“别再装模作样！”可他听不见，我也无法离开他身边，只能被迫吞下这些恶心。我认为白萧被顾宇这般对待，会忍受不了离他而去。毕竟他可没之前的我那般恋爱脑，他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正如我心中所想，白萧听完那些话，直接回怼回去：“顾宇，你不会真觉得自己对叶新云很深情、很忠贞吧？我承认，我喜欢你，我不想你回去，我想把你从他身边夺走。可你若真对我无意，我能夺得走吗？我可没有逼迫你为我的事奔波，也没拿刀架你脖子上逼你亲我。所以是我害叶新云出事的吗？”说到这，他凑近顾宇，憎恨低语：“不是你害死他的。”这话显然刺激到了顾宇。自从得知我怀有身孕，确定砸破我脑袋的工具是他救我后获得的奖杯后，他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对劲。他愤怒将白萧赶走，而白萧在这之后也没再找过顾宇。我以为他们两个就这样彻底掰了。1个半月后，顾宇手机再次被白萧拨响，一直没能抓到凶手。顾宇变得越来越萎靡，状态也越来越魔怔。见电话是白萧打来，他1秒不带犹豫，直接挂断。可白萧这次显然遇到了什么事，一直打电话给顾宇。可惜顾宇并没有原谅白萧，一个电话也没接。就在他不耐烦准备将手机关机时，白萧发来了短信。我就站在顾宇后头，所以能清楚看见短信内容。只见上边写着很短一句话：“我怀孕了。”
顾宇面无表情，关我屁事。白潇很快回复：这孩子1个半月，算时间，是和你那天晚上怀上的。这话将我记忆再次拉回到曾令我窒息的那一夜。可惜现在的我早已不似从前。看到这消息，心中只有庆幸。既然白潇怀孕了，顾宇可以别再因我而虚伪了吧？然而我没想到，顾宇只是简单回道：打掉，你不配生我的孩子。显然白潇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他，竟找上顾宇父母坦白这件事。本来因为我难以受孕，顾宇父母就对我不满，知道我好不容易怀上孩子却遭遇不测，是替我难过了一会。可在看见自己儿子因我变成如今模样后，对我甚至比之前还要不满。现在得知顾宇因为我而要打掉白潇肚子里的孩子后，直接杀到家里威胁他：白潇怀了你的孩子，你必须给他个名分。顾宇皱起眉头：我妻子只会是叶心云。顾宇母亲伸手指着他鼻子，差点喘不上气：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白潇肚子里孩子怎么来的。如果你真爱叶心云，白潇能怀上你的孩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娶白潇，这孩子也必须留下来。若不然，你这辈子别认我这个妈，我全当没生过你这么个不孝子。在父母的威胁下，顾宇只好和白潇领了证。可我太了解顾宇的性子，白潇这样做只会将他越推越远。曾经他有多不愿回我在的家，现在便有多不愿回他在的家。以前就算了，现在顾宇是白潇的丈夫，白潇绝不允许顾宇继续调查我的事。他的案件本就不是你来跟，以前随便你，现在你是我老公，我不准你继续再调查。对此，顾宇没有回话，而是直接用行动来表达他的不悦。不听不理不回家，直接买了个席子睡局里。白潇若是来局里闹，顾宇会以扰乱警察办事拘留为由逼迫他离开。若是电话骚扰，直接拉黑删除，让白潇骚扰不了一点。可以说比之前对待我还要狠上许多。也许是因为我没有白潇这般夸张无理，就在我以为这两人要一直这样相杀下去时，顾宇接到一个陌生电话。谁？顾宇，就我，那个变态闯进家里，他要杀我呀！顾宇皱紧眉头想说什么，电话却已经被掐断。我见顾宇立刻起身，然后突然顿在原地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几秒后，他又重新坐回位置上。对于他这莫名其妙的行为，我有些不解。他是在思索白潇是否在做戏吗？我回想起自己曾遭遇的事情，实在不愿再有其他人遭遇和我一样的事，哪怕那人是白潇。你还坐在位置上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救人！别忘了，你曾经为了他屡次抛下我，我死了你就变成这副模样。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想再做一次间接杀人凶手？我不想，别让我被迫盖上这顶帽子。我骂了顾宇将近10分钟，就见他突然起身看向我所在的方向，吓得我以为他能听见并且看见我。好在他只是透过我看向门口，拿起外套往外走。我跟在他身旁，看他开车离去。这就对了，赶紧去救人。等会，你不会打算就自己一个人去吧？你不叫同事吗？我自认为很了解顾宇，但现在我越来越猜不透他在想什么。对方怎么说也是变态杀人犯，杀了不知有多少人。结果顾宇除了外套什么也没拿，还打算一个人去面对，和送死有什么区别？一想到这家伙死后会看见我在他身旁，随后误会我不放心他一直守在他身边的话，我真的会被恶心到魂飞魄散的。可无论我说什么，他都听不见。很快便驶车到白潇家楼下。当他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时，
白潇已经遭受了侵犯，身上布满数不清的伤痕，身下满是鲜血，显然孩子已经没了。正准备行凶的家伙见顾宇回来，直接将刀对准顾宇捅过去。只能说顾宇身为警察，那一身本事也不是虚的，几个闪身踢掉歹徒手里的刀，将他压在身下。这时他才想起拨打电话呼叫同事过来，电话刚挂断，歹徒突然笑了起来。顾宇见状，将歹徒压得更紧。你笑什么？我感觉你好眼熟啊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等会，我上次杀死的那女人，手机锁屏壁纸好像就是你。哎，让我想想，她当时一直在哭喊老公救我。她老公是你吧？可你一直没有出现，哎，现在却出现在这女人家里。这女人是你在外养的老婆吗？那女人可真惨，直到死都没能见到你。也不知道她知不知道自己盼了许久的老公住在其他女人家里呀。歹徒死了，被顾宇用刀对着脑袋狠狠捅了10几下，但他自己也因晃神被歹徒刺伤腹部。而白潇见歹徒死后意识似乎清楚了些许，看着顾宇崩溃怒吼：你怎么才回来？你知不知道那人对我都做了些什么？顾宇冷漠看向白潇：我的星云本来也可以活下来的，要不是因为你该庆幸，我只是让你经历和星云一样的痛苦，没让你被杀死。白潇不敢置信瞪大双眼：你是故意迟回家的？你是不是有病？当初明明是你自己选择不回家，凭什么怪我头上？我要杀了你！经历了惨无人道的折磨，本就精神状态不稳定的白潇直接崩溃，扑上来就要打顾宇，结果被他直接甩开，幅度之大导致腹部伤口流血更多，因虚弱一个没站稳摔倒在地。我观察他的伤口，对比就我那次好多了，只要他及时去医院，不会出大问题。但他躺在地上，双目无神看着天花板，似乎打算让自己血流尽而死。见此，我满眼厌恶道：白潇说的对，你是真脑子有病。岂料我话刚说完，顾宇就立刻将目光移到我所在位置。星云，是你吗？我好像听到了你的声音，你在我身边对吗？我皱紧眉头，听说人在快死时能听见或看见鬼魂，我还以为是假的呢。想到这，我保持沉默，不愿再出声。可顾宇似乎真的魔怔，一直在找我。星云，你说话呀！我知道错了，你别不理我好不好？求求你！难道是我出现幻觉才听到你的声音？不是幻觉，那就是你！我要见你！我要见你！说罢，他竟捡起刀，对着伤口再次捅去。这迷之操作是真把我吓到了。还没等我回过神，我就听见顾宇满足笑道：找到你了。顾宇没能死成，同事赶来及时将他送去医院救活了，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会醒。而白潇经此一事，精神状态已经不正常，时不时风言风语，如果见到和顾宇相关的东西，会直接崩溃发狂。看见他们二人如今下场，只感叹世事无常。不过总感觉遗漏了什么。我想了许久，总算想起白潇儿子不见了。按理来说，这小家伙应该和白潇一样在家里，可当时除了白潇和那变态杀人犯，并没有看见白潇儿子身影。正这么想着，我注意到顾宇同事在病房门口和另外没见过的同事聊天，凑近一听，是在聊这次的案子。幸好白潇将他儿子藏在衣柜，不然肯定没了。人是活着了，但抑郁了，见到自己妈妈被那样对待，现在又疯了，他心理状况是彻底完了。
说到这两位警察都没忍住叹气，而我沉默许久，终也叹了一口气。不知什么原因，我还是无法离开顾宇身边，只能陪在病床旁等他苏醒。一想到他临死前真看见我，并说出那句话，心底就一阵恶寒。晚上，我盯着顾宇发呆，突然听见门被打开，以为是查房的护士，抬头一看，竟是白潇儿子白一平。只见他站在顾宇床前许久，除了盯着顾宇什么也没做，而我瞧见他那眼神，慢慢瞪大双眼，他这眼神像极了那变态杀人犯。也许为了印证我想法，白一平一脸平静走到顾宇床前，拔掉了他的氧气罐。要不是你，我妈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这种人就该下地狱。我一脸复杂盯着白一平瞧，还记得生日那天听见顾宇说这孩子想做警察，还是那句话，世事无常，成长从来都不是件顺心顺意的事情。没了氧气供给，顾宇下意识挣扎了起来。临死前，他再次睁开双眼，明明白一平离他更近，他目光却是落到我身上。他动了动嘴唇，虽然没有声音，我还是看出他要说的话。对不起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对此，我面无表情。你可真 TM 晦气恶心。在他死掉那刻，我也终于得以离开他身边，前往地府投胎转世。怕顾宇从身后追来，我跑得飞快，绝不让自己下一世再遇见他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